知道马斯克为什么一直想上火星而不是其他星球吗？这是因为在火星上可能发现了其他生命的痕迹。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是没有在地球之外找到任何生命的存在。但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在不停地探索宇宙，希望有一天可以发现不同的生命体。因为早在19世纪的后半叶，科学家就观测到了我们的邻居火星表面上有一些类似运河的条纹。那这就让当时的很多人开始猜测，这条河流应该是上一代文明留下来的。那一直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个推测才被否定。那就算到了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火星一定是地外生命探索中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大家好，今天聊火星是不是真的有存在生命的痕迹？那其实火星它是太阳系的第4颗行星，体积要比水星大一点，是第2小的类地行星。那它的质量差不多只有地球的1/9，而跟太阳的距离也差不多只有地球的1.5倍。因为火星的质量比较小，再加上它距离太阳比较远一些，所以它的地表重力也只有地球的38%左右。那并且温度常年都在零下60度左右。那这么一听，是不是觉得火星的环境可能不太适合人类生活？但是在整个太阳系里，火星可以算得上是最接近地球的存在了。那不要觉得平均零下60度的气温就不适合生命存在，因为在俄罗斯的奥伊米亚康，它的气温在最低的时候就来到过零下71度。那就算在零下80度的南极大陆，也确认了存在很多微生物。那这里要说一下，零下60度只是火星的平均气温，但它在赤道附近，尤其是夏天的中午，温度也会上升到零上20度左右。所以从气温的环境上来看，火星一定会存在，或者说出现过生命。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包括很多科学家在内的人都相信火星一定出现过生命。到了2015年，美国航天局 NASA 的火星探测器好奇号就拍到了一张类似螃蟹的生物。那当然这个也离不开人类的想象力。比如我们在看云的时候，就经常会结合自己的思想，把这些形状比喻成一个样子。而这个像螃蟹的石头最后也证明了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石头而已。但是在当时却引起了所有人的讨论。那包括到现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火星的地表环境根本就不适合有生命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大气压只有不到地球的1%，可以说是非常的稀薄。再加上没有磁场，就会让太阳在内的一些天体发出的宇宙射线直接的就会照到火星表面。比如好奇号探测器在1年的时间里观测到的辐射量差不多就有716毫格雷。那这个辐射水平，它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来说基本上都是致命的。所以火星到底有没有生命，按照目前来说表面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会非常的低，但是地下10米的位置有没有生命就不太好说了。这是因为火星表面的土壤里，它可以有效的阻挡宇宙射线，但是这些也只是猜测因为目前探测器的水平还没有能力在火星上进行挖掘。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火星存在生命的决定性证据，但间接证据却发现了不少。那今天就从这些证据里挑出3个最有代表性的，一起来分享一下。那首先第一个证据就是火星大气中的甲烷。那它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气体，特别是在大气稀薄没有磁场的星球上，这种物质应该会被太阳发出的紫外线或者宇宙的射线直接给分解掉。但根据科学模型来看，如果没有新的甲烷补充，它应该在几百年之内就完全的消失。但是 NASA 却在2018年宣布，他们发现火星大气中的甲烷浓度，它是有周期性的在增加或者减少。那这就能说明一点，在火星上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向大气不断的输送甲烷。大家都知道，甲烷这种物质它是可以通过火山这种非生命体产生，但同样也能通过微生物的呼吸产生。所以这一点就被认为是火星上存在生命的重要证据。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在火星的地下一定有一些能产生甲烷的生物，但具体是什么不知道。而且这些生物排放的甲烷它是有规律的，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出现变化。那这种猜想是因为火星上根本就没有活跃的火山，所以甲烷的出现就只可能跟生物有关系。那这个发现让当时的很多人都当成了真理。
但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才让一些观点认为这些甲烷也可能是通过生命以外的途径产生的，但具体是什么不知道。第二个证据，火星的地下可能有一个湖。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的源泉，但是在火星表面的气温跟气压中，它是不可能存在液态水的。所以科学家就一直在想办法探测火星地下是不是真的有水。终于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环绕火星探测器的反射信号，我们发现了在火星南极的下面确实有一个直径20公里的湖。那类似这种在冰层下面藏着水的情况，在木星2也曾经出现过。那只是目前的技术我们还没有办法探测这些地下水里到底有没有生命。但如果按照地球上的环境去猜想的话，南极冰层下面的湖泊有生命，也就代表火星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一定会出现生命。但这种生命体可能跟地球上的会有很大差别，因为在这个地下湖里含有大量的盐分，所以才能让水在-60°的环境里也可以保持液态的状态。那最后一个证据是，大概在35亿年前，火星的表面应该就出现过液态水。那这个推测是大部分人都认同的说法，因为地球它出生在45.4亿万年前，那有一些假说就认为，在过了4000万年之后，地球就已经出现了生命。但有证据可以确定的是在35亿年前，我们的星球上确实就已经出现了生命。所以火星它在这个时期也非常有可能就出现过生命。那虽然现在它的表面已经没有任何水的痕迹了，那这就代表就算之前有过生命，也会随着液态水的消失而凋零。但在火星的地下存在的湖，就代表在这个星球的某个角落里一定存在我们无法理解的生命体。因为在地球上有水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生命，所以把这种猜想换算到火星身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最后，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没有在火星上探测到任何生命，但根据这些间接的证据来看，也可以让人类推测到一些火星它本来的面目。那可能等到了科技再一次进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火星发现地外生命的开始。